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7秒识人术。你有没有在喧闹的街头遇见一个陌生人，只一眼就觉得心生警惕，或者莫名亲近？那种瞬间的直觉，仿佛命运在悄声低语，提醒你人生的每一次相遇都藏着隐秘的真相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本7秒识人术。它不是一本冰冷的技巧手册，而是如一盏昏黄的灯，照亮人性幽暗的角落，教你如何在短短7秒内洞悉人心，触摸生命的本质。主题围绕着识人，却远不止于表面，它探入灵魂的深渊，探讨生与死、命运与苦难间那份微妙的平衡与希望。陆江波这位编者者不是高高在上的学者，而是一个曾在人海中迷失过、挣扎过的普通人。你想象一下，他年轻时或许像你我一样，在职场、友情、爱情中屡屡碰壁，那些伪装的笑容、隐瞒的眼神，让他一次次跌入信任的陷阱。多年潜心研究心理学、社会学，他从微表情专家保罗·艾克曼的理论中汲取灵感，又结合东方哲学的智慧，积累了无数真实案例。写作这本书的动机很简单，他看到太多人因不懂识人，而在命运的漩涡中沉浮。他想告诉你，你不是孤单的受害者，而是能掌控自己命运的主宰者。这本书是他从苦难中提炼出的礼物，带着真挚的温度，献给每一个在人世间求索的灵魂。好了，让我们像讲故事一样，一点点走进这本书的世界。你想象自己坐在一个昏暗的咖啡馆里，窗外是雨夜，灯光映照着来往行人的脸庞。书从一个简单的场景开始，一个年轻人小李在公司面试时遇见一位笑容满面的上司，那上司的眼神温暖，话语亲切，小李心想，这是个可靠的人吧。可没多久，他就发现上司的承诺如泡影，项目被抢，奖金被克扣，小李的信任崩塌了，像一栋在暴风雨中摇晃的旧屋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觉得世界突然变得荒谬，命运像一张无形的网将你困住？陆江波在这里引入了识人的底层逻辑，不是靠经验堆砌，而是从人设破解起步。他把人比作一层层面具，第一层是外在的肢体语言，你看，那上司的双手紧握咖啡杯，指关节微微发白，这是紧张的信号，隐藏着不诚实的心思。书里详细描绘了这些细节，一个人的脚尖指向门外时，心已不在对话中，眼神游移，像秋叶在风中飘零，但往往是谎言的征兆。小李如果早知这些，或许就能避开那场苦难。接着，故事转入更深的冲突，微表情的秘密。陆江波讲了一个真实案例，一个女人在婚礼前夕发现未婚夫的眉毛微微上扬，那不是喜悦，而是轻蔑的闪现。短短7秒，她捕捉到这个瞬间，婚礼取消了，她从绝望中醒悟，避免了更大的悲剧。你想想，那一刻的沉默该有多沉重？书中用生活化的语言描述这些转折，不是枯燥的列表，而是像血液里的脚步声，一步步引导你深入。冲突升级时，他引入语言风格的分析，一个人的话语节奏快如急雨，往往掩盖内心的不安，停顿过多，像河水中的漩涡，藏着未说的秘密。东堤这个倒开，这名燕长的乡里。然后转折来了，从被动识人到主动探寻，陆江波分享了自己的经历。他曾在一次商务谈判中面对对手的冷笑，那笑如刀刃，切割空气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回忆书中的方法，通过问题层层拨开人设。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方案？他问，对方眼神闪躲，露出马脚，谈判逆转，他赢得了合同。那一刻，仿佛命运的琴弦被拨动，从苦难转向希望。书中穿插许多这样的小故事，一个母亲识破孩子的谎言，不是通过责骂，而是观察那微微颤抖的嘴唇。一个朋友在聚会中发现伙伴的肩膀下沉，那是疲惫与求助的信号。这些情节不是机械概述，而是带着情绪的层层推进。你跟着读会觉得像在经历一场人生的旅程，从迷雾中走出来，看到曙光。再深入，书探讨了更复杂的层面，文化与个性差异。西方人眼神直视是自信，东方人却可能视作挑衅。陆江波用一个跨国恋爱的例子，复盘女孩误读男孩的沉默，以为是冷漠，其实那是深沉的爱。冲突在这里达到高点，他差点离开，可通过识人术转折发生。他注意到男孩手心的汗水，那是紧张的证明。故事就这样层层展开，像一曲缓慢的旋律，
带着绝望的低沉，又在转折中升起，领悟的温暖，争辩大阵在世，不空的温暖。现在我们来到书中最触动人心的那一刻，那是一个关于生与死的命运转折。陆江波讲述了一个老人的故事，他躺在病床上，生命如烛火摇曳。护士进来，老人勉强笑了笑，可护士注意到他的眼睛瞳孔微微放大，那是恐惧的信号，而不是平静。护士停顿了，他没有机械地走开，而是坐下来，握住老人的手问：你害怕什么？老人沉默良久，终于开口：他怕死后无人忆起，怕一生如荒谬的梦。护士通过食人术看穿了那层伪装的坚强，陪伴他度过最后的时光。那一刻，房间里的灯光昏黄，窗外是雪夜的寂静，老人的哭泣如琴声般回荡。命运在这里转折，从孤单的绝望到被理解的释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种触动不是技巧的胜利，而是人性的光芒？它像一记重锤敲醒我们，识人不是为了操纵，而是为了连接灵魂。在这个高潮中，情绪层层叠加，先是沉重的苦难，然后是领悟的泪光，最后是释然的宁静。金句在这里浮现，在7秒内识人，是为了用一生去爱与责任。从这些故事中，我们升华到书的核心思想，识人术不是冷冰冰的工具，而是对抗命运的武器，探寻活着的价值。你想想，小李的职场挫折，女人的婚礼危机，老人的病床告白，这些都不是孤立的冲突，而是人性在苦难中的镜像。陆江波告诉我们，人生的荒谬在于我们常常被表象欺骗，像在雾中前行。可识人术如一缕光，照亮那些隐秘的角落，它教你看到希望，在肢体语言的细微中捕捉爱与责任，在微表情的闪现中理解他人的痛苦。核心哲理是，命运不是注定的枷锁，而是可以通过理解人性来对抗。你可能也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一生顺遂，有些人屡遭苦难？书说是因为前者懂得识人，后者陷于盲目的信任。升华到更高层面，识人最终是识己。你在观察别人时，其实在审视自己的灵魂。那些眼神的游移，话语的停顿，不也映照着你内心的脆弱？7秒识人不是看穿别人，而是看清自己的人生。它带着文学的深沉，层层情绪，从绝望的迷失到领悟的清醒，再到释然的自由。结合故事哲理，更显真挚。像那个老人，在死亡的边缘，通过被识破的恐惧，找到了人性的温暖。这告诉我们，活着的价值不在于长短，而在于连接。在这个荒谬的世界，识人是希望的火种，它点亮对命运的反抗，让我们从被动承受转为主动担当。陆江波用真挚的笔触提醒你，每一次识人都是对人性的致敬，对苦难的超越，最终升华到爱与责任。识人让我们更好地爱护身边人，避免无谓的伤害，拥抱真实的意义。朋友，听完这个故事，你的心是否也微微颤动？7秒识人术如一曲命若琴弦的旋律，带着活着的韧性，教我们从7秒的洞察到一生的领悟。它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。收束来说，这本书提醒我们，在人生的雪夜里，别让命运的灯光熄灭，用识人点亮希望的琴声。现在我想问你，下一个遇见的人，你会在7秒内看见他的灵魂吗？这个夜晚带着这个问题入睡，或许明天你的世界会不同。